你跟我去约会，我就帮你加薪。这个欢迎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杨台新律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构成性骚扰？如果真有工作场合性骚扰的行为，雇主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呢？简单来说，性骚扰在加州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quid pro quo， 就是拉丁文的 this for that。所谓的 quid pro quo 就是一种交换条件的这个性骚扰。打个比方，如果今天老板跟一个员工说，你跟我去约会，我就给你一个好的绩效评估，或是你跟我去约会，我就帮你加薪。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的另一种呢，是叫做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就是一个非常敌对或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工作环境。那是什么样的定义呢？打个比方，很可能今天老板喜欢讲黄色笑话，今天如果只是说了一次，除非那个是非常严重非常 offensive 的一个黄色笑话，否则如果只是一次，有可能不构成性骚扰。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老板每周或是甚至每个月都在说黄色笑话，也不一定是说，有可能是电邮，或者是用微信，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 instant messaging app， 日积月累之下就很可能达到法律上的这个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那如果身为雇主的您碰到员工内部指控有人在工作场合里性骚扰，应该要怎么做呢？这个加州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在这个加州的 Government Code Section 12965， 也就是加州的这个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简称 FEHA。 在这个 FEHA 之下呢，它是有规定的，雇主不管是间接的或是直接的去得知了有可能有工作场合上的一些骚扰行为，雇主都有法律义务来去调查 investigate。 要怎么调查呢？通常我们会建议由HR representative， 或者是如果人事部的人不太适合做这个调查的话，打个比方，很可能就是被指控的人是人事部里面的人啦，或者是可能是人事部的上司啦等等。那在那种状况之下，公司行号是可以去寻找有劳动法方面经验的律师，或者是有 private investigator 私家侦探 license 的这样子的人来去做一个外部调查。所以基本上雇主的责任就是要调查之后，根据调查结果来做一些适当的反馈。打个比方，如果调查结果是的确这个人时常说黄色笑话，那当然很可能在那种状况之下是非常严重的惩处。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